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5月3日，我们继续来预测特斯拉的股价。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 860.77， 收盘价是 902.94， 盘中最高是到达了 906.36， 最低是在 848.03。那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辅值是达到了58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5日均线值的上方，在其他各条均线值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2526.05 万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86 倍，量缩。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上穿了慢线，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转折。MACD 开口变小，那我们也会看到这个快线的方向是向水平的方向发生了转折，那并且呢出现了较前一日更短的红柱，那这些信息也说明股价在回升。好，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5月2日生成的这个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中绿 K 线，是一个上涨的 K 线。那它的特征是实体部分的涨幅在 2.5% 到 4.5% 之间。那并且呢留有上下影线，但是上下影线的长度不能超过实体部分的涨幅。那这样的 K 线是收盘在高位，说明是多方强。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解读一下5月2日生成的这个含上下影线的中绿 K 线。那首先说它的位置是在一个下跌中的一个盘整位置。那在这样的一个盘整区域内出现一个绿 K 上涨的绿 K， 那它是一个股价的反弹。那我们可以看当日的分时图，那从分时图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日是一个低开盘，然后股价呢迅速被拉升，然后一路又下跌。那直到收盘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是收在了高处。那我们会看到在盘内即出现了一个强势的反弹。好，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上涨的绿 K 出现在盘整区域，并且我们会看到它的下影线稍稍长于上影线。那从分时图我们也会看到盘中出现了一个反弹，那这样的 K 线在这样一个位置如果在次日出现高开高走，那股价呢有可能会继续反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好，那我们会看到在5月2日生成的这个 K 线它在我们定义的上方是934，下方是821之间，对，也就是在这个盘整区之内。然后呢，当日它是一个低开盘，那收盘是收在相对高的一个位置。那么这样的 K 线由两个关键的技术信号，也就是说它是踩在了年线上，那收盘呢站上了5均值。那刚才我们从 K 线信息的解读也预示着后续股价如果是高开高走会出现一个继续的反弹。好，那我们延续这个继续反弹的思路向下分析。那如果在接下来的一个交易日出现了一个继续的向上的反弹，那我们会看到上方的压力
首先到来的就是我们定义的这个盘整区的上限，也就是934。那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当日，也就是今天在开盘之后新生成的60日均线值和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也是在这个934附近。那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对于5月3日上方的934这个区域啊，是一个强压力。那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强压力啊，是不容易被站上的。那只有出现一种情况，也就是说在今天开盘啊，它是一个跳空的高开，也就是开盘即站上这样的一个强压力，然后可能会回踩。对，那我们认为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才有可能会站上这样的一个强压力位。那我们继续向下分析，如果说这个强压力位被站上之后呢，它的目标一定是上方的这条水平线，也就是1000，1000是这个实体长红 K 线的最高。那如果股价在后续的交易日能够再继续反弹，那能够站上1000，那这样一来呢，股价将会出现一波上涨，也就是说1000是上涨的标志。好，那这是股价的上行。那我们再来看盘整，因为刚才我们提到过，在934这个地方啊，汇集了10日均线值、60日均线值一个强支撑，强压力。对，那股价反弹到这个位置啊，有可能还会被压回。对，那如果股价被压回呢，我们依然认为会回到这样的一个盘整区。那么对于这样一个盘整区啊，我们现在想新定义一个下方的一个支撑。那在5月2日出现了一个中绿 K 线，对，并且呢下影线稍长，所以呢我们调整一下现有的水平线，也就是这个907这个水平线，我们定义的是这个股价在3月15、16、17日上涨之后第二波上涨 K 线的最低。我们是作为一个标志来看的，所以呢我们现在把它下移，我们把它下移到5月2日的最低。好，那5月2日的最低就是屏幕的右上方是848。好，那如果我们说在5月3日股价开盘之后没有站上上方的强压力，而出现了回调，那么我们认为它会在848和934之间，后续的交易日会继续在这个区域内出现盘整。对，那如果股价遇到下方的848之后，继续出现向上的反弹呢，那我们认为有可能对股价会继续再向上测试这个934上方的这个压力。那到那个时候呢，也就是再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我们会看到10均值会降下来。对，好，那这是我们说的盘整这么一个新的区域。那我们再说下行，下行啊，如果我们说后续的交易日，股价如果跌破了，比如说如果在5月3日跌破了这个绿 K 的最低848，那么下方我们还会看一个标志，就是这个2号趋势线，底高的2号趋势线。2号趋势线呢是在4月28日定义的这个第二个低点，也就是它把这个趋势线的角度定义下来了。那也就是对于5月3日，那这个828的这个位置，对，当日 K 线和2号趋势线交点的这个位置，那它将是一个标志。当然，在接下来交易日，这个趋势线会上移，也就是在后续的交易日，如果股价出现了跌破这个2号趋势线，
那它一定会测试4月28日的这个最低821。当然，如果再跌破821，一定是向下测试前低，对，也就是756。好，那总结一下，我们认为在5月3日呢，股价有可能会继续在934和848之间进行盘整。好，以上呢是我们对股价走势的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说操作层面。那操作层面呢，目前没有技术上的进场点。好，接下来我们来看5月3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说压力位，那当然第一个压力位就是前高，也就是5月2日的最高906是第一个压力位。然后我们会看到上方是一个压力区间，那这个压力区间啊，它包含了60日均线值是在931附近，然后我们会看到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也在这个区域，我们测算是928到933之间。然后我们会看到还有前高，也就是4月29日的最高934。因此，第二个压力位，我们是定义的是一个压力区间，是在928到934之间。好，那再向上的压力位是975到978之间。那这个区域呢是120日均线值和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这个区域内。好，再向上的压力位就是这个1000，也就是这个长红 K 线的最高。好，那我们再来看支撑位。那支撑位当日开盘之后，首先到来的支撑位是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884，对，到893之间，是在这个区域。那再向下呢，我们会看到就是我们定义的下方的这个盘整的水平线，也就是前低5月2日最低是848。当然在这个区域新生成的年线值也在这个区域，是在850附近，所以第二个支撑的这个区间是848到850。好，那再向下呢，我们认为就是这个2号的这个趋势线和5月3日当日的这个焦点是在828附近。准确的说，这是一个标志位。再向下的支撑是前低821。好，当然再向下我们会看到是756。那在这个区间内呢，我们说它是一个强支撑，遇到任何一个点呢，股价都有可能会出现反弹。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我们给出5月3日的股价的预测2个可能。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呢，我们会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盘整。那如果出现横盘盘整呢，它有可能是一个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到达885这个位置，然后对收盘会收在890这个位置，盘中最高有可能会测试到928，对，在这个位置。好，这是叫做横盘盘整。那第二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有可能会出现盘整向上。对，如果是盘整向上呢，我们认为它有可能会是一个高开盘，然后呢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900这个位置，然后最高会到达948，在这个位置，收盘收在我们认为是收在930
到935之间这个区域。好，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5月3日走势的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